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623题，所谓的 add one row to tree， 就是将一个 row 的东西加到那个 tree 上面，树上面。那它这边的 tree 当然是 binary tree 二元数。那它给定了一个 binary tree 叫做 root。那另外还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value 它用 val 来表示，另外一个是 depth 深度。那它是要在深度为 depth 的地方呢，它要加上一个 row 的节点那这些 row 的节点当然它的值就是 value。那比较重要的是说，它从根节点开始根节点的话，它的 depth 是为1这比较重要的地方好，那它的下面就是说明它的如何增加节点的一个规则它这里是说给定这个深度 depth， 如果它那个数呢不是空的话不是空节点的话，那基本上呢，它在depth 减1的地方呢，它就要增加2个tree 的节点，然后它的值就是 value基本上它当然就是把它加到它的左数跟右数然后这边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current 它的原先的开头的左数呢，应该是新的数的应该讲这个新的左节点的左数所以这边左边的话就加到左边新的节点的左边所以子节点就变成所谓的孙节点如果是右数的节点的话原始的是右，它就是把它加到你这个新右数的右数所以变成它右边再下去2层看这是它的规则。那如果这样是第一个当然是特例嘛如果说你 depth 是等于1的话，就是你就直接建立一个 tree， 然后就把那个原始的 original tree 呢，你就把它加到这个 tree 的左数这是比较特例的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它一些例子。好，这里的例子说明我们直接其实看它二元数的图会更清楚一点所以它这边是说它 value 是1那重点是它的深度是2深度是2的地方当然是要加到这里，加到这边所以呢基本上呢如同它这边答案所显示的，这边加入1，这边再加入1这是它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再看例题2的部分。例题2的部分我们一样是看它的 binary tree 的那个显示它是在深度3的地方，所以你要加的地方当然是在这里。好，那所以这边是右子，这边也是右，这边是左，这边是左，所以这边当然是1。好，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这边也多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你在深度是4的地方深度是4的地方当然是在最后了，最后的地方，所以当然是加到这些地方，值都是7。
这是有关于我们历史上的一些说明。好，接下来看我们大概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解答的方式呢，我们只要它的 level 是小于 depth 减1的话，我们就用一般的走访当然我们在实作上，你当然可以用 DFS 啊。那我们 DFS 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就用 pre-order 的方式去进行，当然是比较平常一点。那你当然也可以用 BFS BFS 的话，它当然的走访方式跟 DFS 的不一样它基本上是你从root 节点一直往下，所以它是 level wise 的一个走访的一个方式。那如果当你的 level 应该是等于 depth 减1这边应该有点笔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将我们这个在这个 level 的地方，因为你增加了一个整个 level 所以它增加的节点当然就是在 depth 的地方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它进行当然这部分呢，当然还可以把它简写根据它这边的话，如果你这边其实也可以直接把它改成4行就好，所以这边当然是它的 value， 然后这边再加上 PTR， 这边当然是空。好。那是右节点的部分的话，也是类似的方式这边一样是 value， 然后它的左指为空，右指为 PTR。根据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再将程式再更简化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大概一个程式的部分。程式的部分，我们先用递回方式先展示递回的写法它比较简洁那我们这边所以这边我们进入我们主要的function 或 method。那当然一开始如果说你 depth 是等于1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就很简单了，我们就直接呢就将原来的root 呢，你就是成为这个 PTR 它的左指其实这样就 OK 了否则的话呢，你的 depth 是大于1我们当然就透过这样的递回的 DFS 的方式呢去呼叫如果它的 root 的节点是为空，我们当然就 return 所以这边当然就跟前面所讲到的一样如果你的 level 是小于 depth 减1，我们当然就是一般的走访。那当然你这个 level 部分当然都是要加1我们这边当然就是 pre-order 的方式去进行。那分别是到了刚好是 level 等于 depth 减1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加入节点这个部分当然可以跟刚刚的方式，我们再把它简写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在LeetCode 实作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在 LeetCode 这边所展示的我们这边还是 DFS 的方式，不过是采取的做法是用迭代的方式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我们就用 C++ 当中的 vector当成我们的 stake 那一开始当然是从 root 开始，它的 level 值是从1开始，只要是它的 stake 非空，我们就进行下面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就看这个 stake 的背后 back 当然就是一般如果你用stake 去实作的话，当然是就是 top 然后它所以取得的当然是它的 not 节点跟它的 level 值，然后我们当然要将这个点将它 pop 出来所以当它如果是
label 值是等于 depth 减1的话，我们就要做增加节点的动作。好，那比较关键的是说，在你要做 push 的动作，因为它基本上它还是 stake， 所以你这边要先将右节点右数先把它 push 进来，然后再是 push 的是左数啊，所以这个顺序不要弄错。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可能增加一行。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想要大概知道它的 level。还有它的节点的值，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走访的一个情况啊。这边我们可能多增加一个例子，就用我们这里的。多一个 test case， 好，我们执行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情况啊。这边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展开的话，其实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啊。那它这边当然就加的地方。好，加在这边。好，第二个 case 加到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走访。啊，当然这个节点数，你的数比较小，比较看不太出来。然后我们看到 label case 3的情况。所以这边因为它是 DFS 的走访。所以我们这边的 level 是1、2、3，然后在这里3，然后再2、3，所以它的走访的方式，好，我们当然也可以将这个程式码，我们把它稍微修改一下，把它变成是BFS 的一个方式，好，我们这边其实就有一个简易的修改，我们将 vector 改成 Q 就可以了。这边当然是就用 Q， 那这个写法当然不行，所以我们这边Q 它是先将它push 进来 root 跟1的值，当它的 Q 非空的话，我们就去看它的值是在 Q 的 from。好，那这边我们当然我们来保留那这里我们将 pop back 改成 pop stake 地方改成 Q。好，这个部分应该都不用修改。然后重点是这边的顺序，当然是要做颠倒。然后这里当然是 stake 都改成 Q。那这里的话，我们将 back 这个去掉。看一下应该是 OK， 好，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所以我们主要是看第3个 test case 所以在这边的走访，它确实就是它的 level 是1、2、2、3、3、3。跟刚刚
DFS 的走法是不同的。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